我们先不看现在的，我们看这个这个之前的行情。好，比如说这一波上涨，我们看到图中这一轮上涨，是不是有很多根阳线一直都在走出上涨？好，那么很多根阳线有出现三阳小顶模型吗？其实很简单，这3根 K 线很明显就是三阳小顶模型，也就是说，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实体放大了是吧？放大了。好，那如果呢，我是激进派选手，第二天我冲高我去卖出，赚这一波短线利润是不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如果我认为这一波行情它会有持续性，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我是一个稳健派的人，那我可以把3号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好，后面继续上涨，是不是这里又可以作为新的1号 K 线、2号 K 线、3号 K 线，是吧？好，这里是不是也没跌破？好，我们再往后看，这里可以做新的1号、2号、3号，好，这里呢是不是也没有跌破？好，后面看到这里，这根最新的3号 K 线，它能不能作为新的1号 K 线？看到图中这一根最新的3号 K 线，它能不能作为1号 K 线？如果你觉得它可以标1的，回复1，不行的回复一个2。就这一根 K 线画到现在，这一根 K 线它能不能作为新的1号 K 线？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可以还是不可以？如果你觉得可以可以回复个1，不可以的话可以回复一个2。大家思考一下，它能否作为新的1号 K 线？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已经跟助教老师联系过的如果你是曾经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组的因为阿哲呢有一个公开的粉丝群组，就是专门给订阅观众进行一些交流的那么关于这个群组，如果你是报名了下周课程的，你可以让这个阿哲老师的助教老师给你邀请进群组可以呢跟其他粉丝朋友平时交流。阿哲有一些消息面的信息或者分析都会及时发在群组中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在群组中的那么你就不用再点链接了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助教老师会直接在群组当中发送这个链接。有朋友说这个星期一到周五早上10点，是的，不方便听课其实也还好啦，因为每节课都有回放的，内部课程都有回放的，而且呢会保留一段时间，就如果时间对不上，当天确实忙也是有回放的。好，群组到时候呢，在群组内的朋友不用点链接如果你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刚认识阿哲的，那么还没有进群组的，你可以跟助教老师说一下你已经订阅阿哲频道了，是阿哲频道的订阅观众是粉丝朋友，那么他会把你邀请进群组。好，这一天很明显不能是1我以为大家这个都学会了，怎么还有朋友回复1的好，这一天不是1，为什么不是1你看后面这2根 K 线有缩小吗？没缩小，没有缩小它呢是放大了，所以它不是三阳小顶很明显这里就没有问题没事。那没事呢，我们再看一下，它是1，它是2，它是3，它没跌破没跌破就没有问题。好，那么前面这一波上涨是不是如果你会三阳小顶，你会发现从头到尾你可以从低点发现之后一直跟踪到这里完全没有问题。好，而后面这里是不是跌破了？跌破之后你就知道了，在这个位置它是不是空方的领地？大家注意了，你是不是知道苹果它跌破了这根 K 线，在它之下是空方的领地，只是它跌破之后呢没加速，而是以震荡的方式做调整。那么我们只要知道的是3号 K 线这一天是哪一天呢？阿哲看一下，这一天它是24年8月19号，24年8月19号。好，24年8月19号这根长长的下影线，它的低点是多少呢？它的低点是223，它的最低价格是223.04所以这一天的低点我们标记一下223.04，在这之下属于空方的领地，目前有突破吗？没突破，
它一直在这个最后一根三阳小顶的位置之下，一直没有突破。那么说明什么呢？目前的苹果是属于弱势的，那它有可能在这里是不是冲高回落跌破了啊？又冲高回落跌破了，这是不是一个压力呀？好，那如果这里再走出一根阴线，我们是不是认为它大概率是要向下的，是吧？那你说阿哲我想要做空，没问题。这个位置做空，我的防守位是什么呢？你做任何一笔交易你一定要有止损位，止损位就是223.04。如果苹果它反手向上突破了前面三阳小顶的低点，好，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里它有可能是挖了一个黄金坑它只是一个洗盘，它只是一个相对深度的洗盘，跌破之后又回来，只要在223.04之上出现上涨，我们认为它能够转势，它能够继续上涨，我们就等新的三阳小顶出现就行了。好，那么看到这里，前面这里它是一个最后的三阳小顶一波上涨最后的三阳小顶，你要关注它的价位，它是不是有效的压力。那现在告诉阿哲，最近出现的价格里面有没有三阳小顶？如果有的话，回复一个1，没有的话回复一个2。最近的行情中有没有三阳小顶？大家想想，大家看看，好好看看，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股价在下跌中的反弹出现了1根阳线、2根阳线、3根阳线，第3根阳线实体缩小了吧？缩小了。那如果我在这里我真的买了苹果的就是我不管你什么原因，我买了苹果可能是影线很长，是吧？下影线很长，我买了，好，后面股价上去了先遇到了这个压力出现了回落，而后这里又是一个新的三阳小顶目前是不是还没有跌破它的低点一般影线太长的话，你用实体作为防守也行，比如说前面这里3你说这个影线太长了，这个止损的范围太大了，我不想回吐那么多，是不是我把它的一个实体作为防守也行这个看大家个体的交易就看你能够承受的风险。那你会看到这里它现在是不是这根阴线冲高回落，如果是激进派是吧？下跌反弹当中，激进派直接这一根阳线卖出是没有阴线卖出是没有问题的。下跌反弹当中这一根阴线卖出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说我是稳健派呢目前它没有跌破实体，也没有跌破3的低点所以这个位置从短线来说，稳健派风险还没有完全释放。所以阿哲刚才也说了，再跌一根阴线它就不只是遇到这个压力下跌了，而且还跌破了3的实体还跌破了3的实体所以苹果这里一旦再收一根阴线下跌的话，那么后面走空的概率呢就大大提高了。如果能再跌破3号 K 线的最低点，好，走空的概率呢那么就更高这个概率就更高，一步一步的往下探如果把前面的低点打破了，好，那么这个发布会的魔咒那么就真的要出现了真的要出现了所以我们目前就关注这是苹果。我们再看一下英伟达，很多人也关注着，来看一下英伟达，看到这里现在也是下跌反弹中，大家告诉阿哲这里有多少次出现了三阳小顶阿哲就不问你有没有三阳小顶了，太简单，你告诉阿哲这里有几组三阳小顶，它出现了几次这是英伟达。来，英伟达刚才看了苹果，我们讲了苹果，现在看到英伟达。英伟达是不是股价上涨，在本周也跟随着市场走出上涨，甚至呢是领头羊的存在。那么这里1根、2根、3根，这3根 K 线它是我们所说的三阳小顶吗？很明显不是。为什么呀？因为3号 K 线的实体它是放大的，所以它不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是不是也可以作为1好，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1、2、3出现三阳小顶吧？三阳小顶下跌反弹，作为激进派选手，这一天冲高卖出是吧？是不是有给到长上影线，有给到冲高的机会作为激进派选手冲高卖出，作为稳健派选手呢我们可以做一个
防守位，不跌破不卖。那你说这里就只有这一组吗？也不是吧，也不是吧，大家注意了，怎么都回复1啊？这里哪止啊？不止一组啊，这里可以成为新的1，这里可以成为2吧，这里可以成为31、2、3，刚好3天时间，连续3天实体缩短，效果更佳。最后一天是10日星最后一天是10日星，最后一天是10日星，说明什么呢？这个位置它的变盘信号更加浓。如果你是激进派选手激进派选手已经卖掉了激进派选手已经卖掉了保守型选手呢，你就做一个反手位吧。这一天低点如果跌破，是吧？低点如果跌破，收一根阴线跌破了，那么我们就认为英伟达怎么样？它这个位置将发生调整调久，调多久是短调还是深调它是调的深呢还是调的浅呢？不知道。但是在这根 K 线底下，它就是走空的概率会更大，你不应该在这之下做多后续股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那么我们才认为有再次的多方机会当然呢，如果它并没有跌破，而是再次突破呢，那么说明延续上涨延续上涨，这是英伟达英伟达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今天的时间可能就不是很足够每个都去看了，但是呢我们这3个3巨头还是可以看看的。来看到这里是吧？最近的特斯拉走势不怎么强因为呢它前面的大阴线都还没有突破好，像英伟达、苹果基本上走势呢都比特斯拉略强一点点苹果好像没有苹果不是很强好，那么现在的强弱呢，就是英伟达排在前面特斯拉呢在下面苹果呢是最底下。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它没有突破前面大阴，有压力，这是第一个遇到了压力，这是第一个，这里有压力。第二个呢，这里是不是1根阳线、2根阳线、3根阳线？3号阳线的实体比2号阳线的实体缩短了，而且缩短挺多所以这说明它是一个风险三阳小顶。三阳小顶的话，告诉你，你可以在第2天冲高卖出，也可以呢做一个止损位因为下影线太长的话，你用这个做止损就没意义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它的实体做防守。好，没有跌破，稳健派不卖但是呢激进派呢第2天冲高可以卖。好，你会发现这里是不是又出现了3号 K 线它的实体比昨天的2号 K 线要缩短了，并且呢还有冲高回落的迹象它呢还遇到了压力，冲高回落，三阳小顶重新把防守位移到3的低点，这是特斯拉所以说特斯拉周五的 K 线，如果你是稳健派的，最低点做反手它的一个高点如果能够突破，那么说明也顺带的突破了前面的大阴，那么肯定是延续看涨延续看涨。那如果跌破这个低点呢，说明风险开始释放风险开始释放，它这个风险比英伟达来看呢会相对不是特别严重因为它是一个实体还比较大。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英伟达是不是除了是三阳小顶，同样呢它还是一个10日星，这就要小心了好，关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个内容，刚才呢我们讲到的这一个来看到这里，刚才讲到这3只个股苹果、特斯拉、英伟达，它们所出现的风险信号，如果目前你明白了你知道怎么看的你可以回复一个3这3个头这3巨头，如果你知道怎么用三阳小顶去分析，怎么样呢看出它的风险信号，怎么样呢去识别风险何时释放的，你可以回复个3。下降趋势中支撑位或者突破位是通过看上一个三阳小顶的低点或高点来确认吗？有点长这个问题。下跌趋势不一定。我们刚才说三阳小顶的支撑压力呢，它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支撑压力，其实也可以用。三阳小顶的关键不在于它的支撑压力，而是识别一个顶部的信号，以及呢在上档中如果出现它只要不释放风险，我们就不用特别的在意它的风险提醒它关键的是让你看出哪个位置有风险，
这是它的主要作用。至于它的支撑压力只是让你去识别风险有没有出现啊，风险有没有出现，但主要呢不是用它来看支撑压力的，是看风险的啊。好，没有问题是吧？好。